瑞典，一个有着神走位的中立国，2次世界大战都逃脱魔掌。在世界各国都在1战、2战中消耗自己实力时，瑞典却在欧洲边上偷偷地搞建设。国内的各项设施完整，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并可以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赚世界各国的钱。有了资金之后，瑞典在军事上的投入就更大了。所以，瑞典虽然是一个中立国，但它并不像瑞士那样存放了世界各国的小金库。瑞典靠的是实打实的武装中立。德国小胡子不敢动，苏联大胡子也不敢动，生怕瑞典加入对面的阵营。而 GFP 的2022年的全球军事实力排行榜中，瑞典排名排在了25位，比邻居芬兰的59名还要高一个档次。其国内的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爱立信、萨博、希尔塞斯等世界知名的军工企业都是瑞典自己的。在军工科技领域，瑞典能够自产80%的军事装备。目前，瑞典军队总兵力只有 5.27 万人，其中陆军 3.5 万人，海军1万多人，空军8400人。虽然军队的人数不多，但瑞典也算是全民皆兵，只要有需要，随时都能上战场。在冷战时期，瑞典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设立了一套高效动员机制。当时，瑞典大约有 4.5 万的常备军，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就可以迅速动员100万人部队。后期随着冷战结束，瑞典取消了征兵制。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在18年的时候就把征兵制度恢复了。目前可动员的人数在47万左右。瑞典跟绝大多数的欧洲小国一样，其陆军都是小国精兵的性质，走的大部分是快速反应的路线。其机械化信息水平，如果仅仅看单一建制部队，确实建设的不错。各个兼职单位内的兵种也相对较齐全。除了机械化部队外，与一些欧陆小国一样，瑞典也拥有规模较小、装备精良、承担特种作战任务的精锐力量。其陆军主力装备为700多辆坦克，其中包括280多辆豹2坦克、1200多辆步兵战车，以及装甲运兵车和自行火炮。我们上面也提到了，瑞典的军工实力极强，是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其陆军装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研，其中最有特点的无疑就是 S 型坦克。S 型坦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炮塔坦克，炮口在坦克正前方，通过车体的前后俯仰来实现火炮的高低调节。使用62倍口径的105毫米 L74式加农炮，并装有自动装弹机。S 型坦克是瑞典为了对付苏联坦克才特意研发，只是随着冷战结束，瑞典的国防政策从过去的防御转变为应对各种危机，这就需要坦克具备机动性以及防御能力。S 型坦克的性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加上车体的老化，目前已经被淘汰。而且在退役后 ，S 型坦克也没有衍生类型的型号。不过，瑞典这种是独特的设计，对各国后续的发展也算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现在想要一睹 S 型坦克的芳容，只能前往博物馆了。当前瑞典的主力坦克就是德国的豹2主战坦克，该坦克是第3代坦克的佼佼者，不仅德国自己使用，在外销上也极为出色，加上衍生版和改进型号，总产量高度3000多辆。步兵战车则是以自研的 CV90 为主，而且 AT4 反坦克火箭筒、弓箭手自行火炮以及卡尔古斯塔夫 M4 无后坐力炮也都是瑞典陆军的常备武器。瑞典的军事实力堪称六边形战士，不仅陆军强大，空军与海军也不弱。瑞典空军总兵力只有8400人，却装备有超过500架飞机，其中近200多架都是 JAS-69 鹰狮，还有8架 C-130 运输机，以及湾流4侦察机和萨博340预警机。说到空军，就不得不提瑞典本土的军工企业萨博。作为较早一批制造喷气式飞机的玩家，1948年就设计出了萨博29飞机，后来又设计了一个比较著名的龙式战斗机。1955年，萨博35龙式战斗机首飞，5年后正式服役。萨博35龙式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款无尾三角翼布局战机，机动性能和超音速性能都很不错，其良好的气动设计也是被其他国家一再效仿。如今，瑞典的空军的主力已经变成 JAS-39 鹰狮战斗机，该型号战斗机与阵风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自1996年开始服役，目前已经装备了近200架，除了瑞典自己使用，还出口了多个国家。JAS-39 鹰狮战斗机采用鸭式布局，
机长14.1米，翼展8.4米，高4.5米，空重量662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4吨，最新型号为16吨。发动机采用了一台通用电气与沃尔沃发动机公司在 F404-400 基础上合作研发的 RM12 涡扇发动机。最新型号采用 F414G 发动机，航电系统为爱立信公司研发，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最大航程3200公里。武器装备为一门27毫米的毛瑟 BK-27 单管机炮，最大载弹量6.5吨。鹰狮战斗机是战斗、攻击、侦察兼具的多功能战斗机，是完全符合瑞典实际需求的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战斗机，瑞典还能独立试生产预警机。爱立信与萨博公司合作研发的爱立眼雷达系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相控阵脉冲多普勒技术的机载预警雷达，加上独特的平衡木设计，使得这套系统设计性强。爱立眼雷达系统的探测距离最远可达450公里，可以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可以发现330公里范围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以及3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目标，以及150公里内的巡航导弹。总的来说，瑞典的空军可谓是自成体系，其主力战机从萨博350龙到 JAS-39 鹰狮战斗机都是自主研发，全世界能做到的也就只有中美俄以及法国。同时，瑞典使用的预警机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小国家的预警机，性能合理，价格便宜，解决了很多国家想要预警机却又买不起的烦恼。其海军的特点也与空军相似，虽然数量不多，但性能很强。海军人数只有12000人和45艘大小舰艇，最大的一艘远洋巡逻舰也只有3100吨，是一支比较纯粹的岸防舰队。它的作战目标只是保障波罗的海的安全，其最有特点的就是哥特兰级潜艇和维斯比级隐身护卫舰。除了这二者之外，导弹艇、反水雷艇、快速攻击艇也是一个不缺，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大型的船舰。但对于瑞典而言，其需求和芬兰是一样的，只需要进行防卫和快速支援，就算是引进大型的舰艇，或许也只是当做一个摆设。哥特兰级潜艇是世界上第一批装备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 AIP 的常规潜艇，是世界潜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哥特兰级潜艇于1988年开始设计，首艇于1992年开工建造，1995年下水，1996年4月服役，共建造了3艘，分别是哥特兰号、乌普兰号和哈兰号。哥特兰级潜艇执行反潜和反舰作战任务，又可用来执行布雷、运送蛙人以及近岸侦察等一般任务。艇长60.4米，宽6.2米，吃水5.6米，水上排水量1240吨，水下排水量1494吨。动力系统采用柴电动力，总功率为150千瓦，最大航速20节，最大潜深300米，艇员编制28人。哥特兰级潜艇艇首共6具鱼雷发射管，其中4具为533毫米主要发射 TP2000 型高速线导鱼雷，不仅能发射鱼雷，而且能释放一种47型自航式远程水雷，最大18枚鱼雷或12枚47型自航式水雷。对于小型海军而言，潜艇是必不可少的。瑞典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应用 AIP 绝气推进潜艇的国家，在这方面建树颇多。目前使用的 AIP 技术分为3类：闭式循环柴油机、燃料电池和斯特林发动机。前两者主要为德系潜艇使用，而斯特林发动机便是瑞典首创，并且在哥特兰级潜艇中便使用了此技术。据说还在演习中突破了美国航母编队的反潜网。这项技术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青睐，新加坡就是其中一个，接盘了2艘退役的哥特兰级潜艇。而日本苍龙级上的 AIP 技术其实也来自瑞典，瑞典的维斯比级隐身护卫舰同样极具特色，它是世界上第一种以复合材料取代钢材作为舰体的海上舰艇之一。不仅在各种讯号的抑制上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彻底的隐身手段，还采用了隐藏在舰体内或采用收放式设计，使得本级舰也成为世界全面隐身舰艇的先驱。维斯比级护卫舰在1988年开始研制，1996年开工建造，并在2000年下水。到目前为止，一共建造了5艘。可以说，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实用型隐身军舰的国家，开始了战舰全面隐身时代。维斯比级护卫舰长72米，宽10.4米，
标准排水量550吨，满载排水量620吨，最大航速35节，最大续航2500海里。动力系统则是燃气涡轮与柴油机复合动力系统，并安装了2具 SR125 可转式泵喷射推进系统。泵喷射系统不仅具有较佳的静音能力与机动性，还能允许船舰的吃水降低，特别适合瑞典海军的近岸潜水操作环境。在武器系统上，维斯比级隐形护卫舰武器装备为一门博福斯57毫米70 SAK Mk3 型舰炮，2座4连装 RBS-15 Mk3 反舰导弹发射器，4部400毫米鱼雷发射管，并装备萨博 Alcator 601型127毫米多任务反潜制导投放系统。搭载一架阿古斯塔 A109M 型反潜直升机或无人机，其中需要注意的就是57毫米博福斯舰炮。目前在舰炮领域中，唯一能与奥托梅莱拉一较高下的就是博福斯，尤其是在中小口径领域，博福斯40毫米速射炮的名声响彻整整1个世纪，而且它不只是能在船上使用，在飞机上也可以。AC-130上的40毫米副炮就是博福斯的产物。维斯比级隐形护卫舰是世界上第一种按照全隐形规范由碳纤维制造的水面舰艇。注意是全隐身，而不是采用隐身设计。即使是美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也是后来者。而且瑞典曾经还计划研制核武器。1948年，瑞典就开始进行核武器研究。在60年代，由于国防预算有限，只能在核武器研发和新型战斗机之间进行选择，最终不得不放弃核武器研究，借口发展核电而秘密研发核武器的套路，就是瑞典发明的。值得一提的是，受俄乌局势影响，瑞典和芬兰这2个中立国有了加入北约的打算。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长度将增加1倍以上。很显然，这些边界防卫需要增强，俄罗斯需要增加陆军和防空部队，以及在芬兰湾大幅增强海军力量，会让俄罗斯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